好，那么郑丽君回来了，哦，他已经谈了4次了，好说要谈第5次。那我们现在呢，因为823还有选举啊，民进党726以前就不肯宣布，一直拖一直拖，为什么呢？他说要争取更好的条件，更好的税率，那是多少呢？15、10，我们也支持你去争取更好的税率啊。那他现在说这是暂时的，说美国也说暂时的。什么叫暂时？什么叫永远？什么叫暂时？什么叫固定？当然天下没有什么永远了啊。暂时，那其实日本的15%，韩国15%，他们也说是暂时的啊，都可以再谈啊。川普说来了，你们继续提供资料，继续提供条件，好的话都可以啊。但是你还没有争取到新的税率前，这就是固定税率嘛。什么暂时不暂时？什么叫暂时？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现在就是这个税率啊。就是20%，7号就开始生效了。那你说暂时，那暂时到什么时候？你告诉我们暂时到什么？暂时多久嘛？暂时1年，暂时1个月，暂时2年，暂时3年，暂时2个月，暂时3个月。你在讲些什么呢？我就骗我们，都在糊弄我们嘛。然后就赶快把823罢免再推过，然后中间什么条件也不讲。那。在野党要求卓荣泰行政院长8号去报告台美关税谈判朝野协商无共识。那今天是张启凯主持的协商所以议事规的水准嘛，就院会表决了，还是怎样？还是冷冻？还要冷冻1个月吗？民进党现在都拿了一条他完全自己弄错了。像那个要在之前要冻结，要在立法院长再协商1次。这个在之前苏家全当院长的时候，这已经决定好了，就是说只要是任何党团提出来1个月内，你只要协商，就像今天协商没有共识，那就是可以不用再经过立法院长了。那1个月内就可以1个月过了就可以表决。那因为我们这个案子是17号提的。所以在下个月的17号就可以表决，这个月的17号就可以表决了。不，可是我们民进党一直在挡。我先讲一下，民进党很可恶，他不是只有高关税挡连上次那个台风他也是这样挡。然后我们要谴责行政院长不救灾也不好因应高关税，我们提这个谴责案，他一样，他都先不说要送到韩国瑜那边去，把责任推给韩国瑜。依照我刚刚讲的苏家全跟那时候后来决定，就是说只要经过朝野协商党团相关以后，1个月就可以开始表决了。没有，我补充一下这个按照我们的规定是你讲的完全没错，可是因为柯建铭老狐狸他就说我们过去的惯例，几十年的惯例，一定最后要经过院长再协商1次。这是他规定的，可是法条你写的下法条不是这样写法条就是我只要去冷冻库，我去协商1个月，我就可以表决，就可以处理了。但是他就要加这一条，说一定要经过院长他讲的是柯建铭讲的。我们提这个是上个月的17号，所以现在这个月的17号就可以表决了。就他一定要来报告了，不能再拖了，不能再拖了。不过说回来，他的报告什么都是机密。都是秘密，我一定这样嘛我这一代是要，反正就是要你来了，来报告了但是我相信他报不是明堂来了那我们的经贸办说，我们还在谈判持续中，过早报告不宜过早报告就内容都讲了，你可以讲，你不可以讲就不讲就是啦，对不对？那卢秀燕也担心这20%关税，台湾面临双重灾难，一方面呢关税，一方面是水灾那另外呢，他也说希望赶快公开协议内容，到底我们交换了什么？因为大家很关心行政院说，白宫的文件证明是暂时性的那暂时性的你还是要交我讲你7号到了，你就得交这个20%的关税，不是吗？那日本、韩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川普也说可以再谈都可以谈但是美国的贸易代表Greer 说呢。你们基本上是确定的，不应该期待再讲。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已经谈了半天才，我们我们是最早4个国家谈到现在，谈了半天，那你还在谈什么呢？能谈不早就谈了吗？你要拖什么呢？不是这样子吗？说我们下一轮要谈农业，下一轮要谈这些东西，你谈了半天都没谈农业都没谈汽车都没谈这个基改食品都没谈你台湾要不要开放那你前面那半天是能谈些什么鬼就是32%。25%、20%、15%、10%，结果20%只谈这个东西都没有其他负担，你骗谁不笑死人了吗？怎么有这种事情？那你们谈那个半天谈什么东西呢？郑丽君去的事谈什么呢？所以你看说农产是下次角力重点，这是糊弄人嘛？那你过去都没谈农产，你过去谈什么？现在农业部长已经在美国了，在采购农产品了。所以许淑华就很担心稻米，因为南投稻农很多不能牺牲台湾的立足点农业很重要
那他们就笑说，人家企鹅都比我们会谈啊，比郑丽君会谈啊，因为原来福克兰群岛是41%，现在降到10%，那福克兰派了谁呢？派了企鹅来谈，我们看一下。美国日前公布对台关税20%，台中市长卢秀燕带头3号找来蓝营8县市首长召开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线上会议，商讨关税怎么办。那要赶快公布哈，让大家有所依循。会后整理出整整15项解方，建议中央要采纳，包括持续谈判争取更优惠、更低税率，还特别括号以低于15%为目标。其中第10点强烈要求中央要公布和美方谈判内容和交换条件，例如采购、投资和开放项目，不能以还在谈判为由拒绝公开。这个税率是20%以外，那我们对美方提出了什么样的交换条件？那这个协议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认为应该比照其他国家对国人开诚布公。批评中央关税谈判不够公开透明，但目前为止不能说还是不能说。我们想要继续跟他协商的这个要求，那美国也回应了我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议题来持续讨论。具体的一个内容敲定之后，那么应该要送立法院的一定都会送。还是那句话，保密协议时间未到不先排。民众党党主席黄国昌炮火更猛烈，直批中央黑箱。4号一早也召集党团协商，表示中央不主动对外公开，就请行政部门把跟美国签的保密协议交出来。我觉得郑丽君真的是非常辛苦，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哦。从媒体的报道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很多人说郑丽君是最难缠的对手，甚至《工商时报》还独家说这个郑丽君的专业跟沉稳令美方改观哦。那大家也都认为说工商是比较偏蓝的媒体，他都这样子讲了，也代表说郑丽君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多的肯定。那问题就是说，到底这20%之后有没有机会降？因为目前大家都说是暂时性关税，可是你比较日本跟韩国，确实日本也在农产的这个稻米上让步了。那韩国呢，最新就是说，美中夹击，其实韩国受害很深，要投资3500亿的美元哦，那其中就是高达13点多兆的台币。那这个对韩国来讲，当然也是一个重伤。可是台湾目前看起来，这20%的附带条件是什么？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那无论如何，谈到最后，这个条件一定是要到立法院来经过立法院的审议，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哦。在过去谈判的惯例也都是这样，只是到目前为止，这20%，当然政府跟美方的谈判还是包括这个232条款，所谓的半导体，这个是大家所最担心的，也是最关键的。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暂时性关税之后，有没有调降的可能，跟半导体是要联动来看，不是只看这20%。那当然，之前我们所讲的，无论是汽车关税啊、保健食品关税，都是我们可以谈判的筹码。那其他包括我们的这些企业体的投资，因为美方现在就是大投资、大采购跟大开放嘛，看你要哪一种，对不对？那我们台积电都已经去了1650亿美元，这个投资是已经确定了哦，包括这个1000亿哦，还有这个新的亚利桑那州的半导体等等。那除此之外，其他的部分到底还有什么？我相信这个总统也开了记者会，郑丽君也努力，就是希望能够维持这个我们国家的利益、国民的健康、产业的利益，包括我们农产品等等。所以在这些条件下，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些鼓励，给些支持啦。因为毕竟谈判的结果还没有确定之前，政府或是谈判代表一定是要以台湾的利益为最优先。那无论如何也不想要去放弃任何一项，但是谈判的过程中总是要有一些筹码有一些这个谈判的条件，让他们可以去做一些谈判的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给政府太大的压力，谈判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结果，大家再来评断。对不起，赵先生，我抢一下，就是我非常佩服高嘉瑜把总统府跟行政院的宣传稿都背得非常的熟，这样子。但暂时性的这个关税这件事情，只有赖清德一个人这样说。你有听到 Greer 这么说吗？你有听到美国任何一个官员这么说吗？没有。那郑丽君的吹牛公关稿很多，但是他谈判的成绩单可以让我们检视一下吗？20%的税率，其实在各国来讲，它算是中高阶的，它并不是低的。那我们跟日本、韩国竞争上面来讲，包括了工具机，包括了模组，然后包括了资讯硬体，还有塑胶以及电子材料，这是经济部自己内参的资料，有15000家的中小企业受到影响。
请问一下，这件事情有任何人出来给我们做交代吗？那投资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传言非常的多，有的说要投资3000亿美元，有的说要投资4000亿美元。你要知道，我们的量体比韩国小很多。就韩国来讲，3500亿占他们18%。那个基本上我最气的就是他们不肯泄露谈判的内容，不肯讲了。其实我现在知道，他说双方签保密协议，我说你跟川普签保密协议吗？没有。说 AIT 跟我们驻美代表处签的保密协议，这什么东西啊？日本有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有跟美国什么国务院签个保密协议吗？韩国有这样做吗 ？AIT 跟我们的驻美代表处签那个保密协议，那跟谈判有什么关系啊 ？AIT 是负责谈判的吗？不是嘛？根本就我们拜托 AIT 说我们签个保密协议，免得台湾闹啊，免得台湾农民抗议啊，免得台湾的这个工具机抗议啊。你们签个保密协议，这叫什么？中美双方签个保密协议，这叫什么保密协议？就因为这个签了这个保密协议 ，AIT 根本在掩护你嘛 ，AIT 根本在护航你嘛，跟你们跟 AIT 在私下搞一个东西嘛，然后出来就通通不能讲，通通不能讲，有这种事情吗？现在再回来。哎，南部暴雨74伤了哈，大概要下到今天稍微小一点的，明天可能一到礼拜3，台湾又阳光普照，跟夏天一样。但这个礼拜真的是度日如年了，很辛苦的哈。那说有些屋顶修好，不是都修好了，怎么可能都修好？哦，他去这个灾后复原，灾民激动，说要喷口水不用来。哦，因为很多地方缺工缺料，2个月都修不好，你去看看那个后壁，看看七股是什么样的状况哦。那何博文，民进党新的代理秘书长，去，因为赖清德叫他一半时间去救灾，一半时间去罢免823哦，所以呢，他就去挖水沟，网络就酸说这是2个摄影机在拍，还不是一个，我们用手机拍2机拍，而且呢。不戴帽子，为什么戴帽子脸就遮住了，就看不清楚是他了，所以不能戴帽子哦，不能戴口罩，不能穿雨衣哦，然后呢，脸要清楚露出，最重要是脸要清楚露出来哦。那另外呢，这个说，你看我清得这么认真哦，满身泥，蓝营就说啊，民进党执政30年，治水有成吗？哦，那另外呢，说呢，这个救灾抓斗还要写一个林俊宪志工队。的红布条，这红布条哦，网友也给酸说：“你们救灾就救灾嘛，干嘛为善不欲人知，还需要这样敲锣打鼓嘛？”哈，然后呢，另外民进党立委郭国文说送了700个涉水送700个便当，网络就说：“这个便当不错哦。”那也笑他了，说你都可以去买的，灾民不能买也可以，不过我觉得送总是比不送好了，这点我肯定他。我觉得人家愿意送都是好的。他8点多才送到嘛。好了，不管对啊，晚上8点多啊，是冷的咯，变成是啊。好吧，不管怎样，他有送了哈，有送总是好了。他们只是说那个农机会把水溅到民宅里头，他们说你其实用一般的卡车，或者是用这个脚踏车的话，其实都能过，那不会把水溅到民宅里头。对，好吧，因为现在说有20亿的下水道监测站，哦，5成异常，7成失效哈。今天有记者来问我了哈。这个中天记者问我说：“20亿下，我说20亿，你知道前瞻计划8800亿多少钱花在治水防洪吗？2500亿。对，哦，陈水扁说还有8年800亿，一大堆钱。我们历年呢，这不是从国民党执政到民进党，我刚起码花了1兆在治水上面，成绩在什么地方？怎么一遇水就开始淹呢？哦，一遇水淹完以后呢，就编预算或是编特别预算再来救，救完以后呢，下次又来淹。”哦，每次都说，哎呀，天灾啊，我什么天灾，起码一半是人祸。哦，我真的，我告诉各位，我在当环保署长的时候，有一次也是淹大水，又要钱，地方又要钱，郝柏村院长就把南部淹水地区的县市长都找来，当然民进党比较多，几乎都是民进党的哈。然后呢，当时的那个经济部长啊，什么水利工程的，还有那个工业什么工程督导委员会那个陈玉主委都找来。郝柏村问了一句：“我花了这么多钱，历年在治水，你们谁敢讲这些治水工程没有贪污、没有偷工减料？举手过来看看，没有一个敢举手。你们自己心知肚明，那钱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看一下。
轰隆隆的引擎声划破夜晚寂静，深入台南淹水灾区，仿佛在告诉居民，请注意这里。开进来。大型农具暂停，路过的脚踏车要小心。接着，民党立委林俊宪、郭国文穿着雨衣上前接应。肩并肩涉水，把便当统统提到庙里，分送给所有灾区居民。这本该是好意，但事后却有民众发文写下：这里脚踏车可以骑，货车也可以开，为何一定要搬出这台水花会喷进民宅？质疑林俊宪出动农业机具就是为了摆拍，已经超过车辆半个轮胎以上，所以一般的车辆呢没有办法开进去。我们必须要运送700个便当到村落里面去。现场也有农会的人在帮忙他们就提议用农用的那个机械车辆。风雨之中，出动吊臂协助居民将杂物搬离，连挂在吊车前面的红色大布条都写着林俊宪志工队。而在这之前，民党代理秘书长何博文也带队穿着民进党的志工背心到台南后壁协助清淤。事后，前立委陈柏惟等人就在脸书转发这张照片，图中何博文被淤泥沾得满脸黑，但却有网友质疑怎么跟真实影片颜色天差地别，而且一个就在画面得出动3机拍摄走位。做法虽然不同，我想大家都为了同岛一命，但是如果是有时候表演过头，当然就会出包嘛。我们以一个里为单位，把这个屋顶先盖好。而同一时间再度南下的还有绿营志工队。改由赖清德主席办公室主任周威又带队率领民进党公职协助台南灾民捡拾砖瓦玻璃碎片，并宣布成立物资媒合中心，哪里有需要，民众随时拨打专线。好，之前呢那个柯志恩不是揭发吗？高雄大树河山光电厂泥流冲刷，排水沟掏空，那个光电都已经被变成这样子了。当时就讲说，一台风来一定会有这个灾变，一定会有问题。后来很多人都被压了，结果现在果然台风来就这个样子了。所以呢，这个柯志恩局长，你看到现在为止，雨水不断冲刷土石，排水沟局部悬空，水泥器切出排水沟，业者用水泥切出排水沟，这现在都被冲刷掉了。来，采薇。我觉得现在民进党这个全党上下都非常的有趣，都用阿 Q 思考在洗脑自己。像是刚刚嘉瑜委员说，这个郑丽君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其实我要跟嘉瑜委员说，我觉得你比较辛苦了，你还要去努力帮他辩护。为什么会说是阿 Q 思考呢？居然可以把谈不好当成是很难缠，然后阿 Q 思考这个台南也是一样啊，好像当这个自己去作秀一下，去送个便当，挖个水沟，然后就可以凸显民进党有在做事啊。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记得民进党的好，然后阿 Q 思考到完全忘记自己是执政党，执政党要做什么？要资源分配啊！执政党要做什么？要调动资源啊！整个国家机器交给你们，然后居然你们派一个代理的秘书长下去给我挖水沟，不觉得很讽刺吗？过去台南民进党执政这么的多年，前瞻预算也给你了，前瞻预算主要是做什么？就是治水啊！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笔的前瞻预算，治水的还没有用完。要问的是什么？第一，你这笔钱到底用到哪了？很显然，这个治水的功效没有什么功效嘛。给你这么多钱，结果最后你派一个代理秘书长去挖水沟。那说实在的，挖水沟到底有没有必要？有，的确有，但不是何博文去啊，是你在地的政府要去调派其他的人力，可能去挖进去清淤等等的。你就一个何博文，你挖可以挖到什么时候？那这个送便当更好笑了。贴不贴心哦？从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送便当送到灾民手中是几点？8点快要到9点了，灾民不饿死了吗？的确有送很好，但是这个贴不贴心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那为什么民进党到现在才赶快派人过去呢？因为7月26号之前，他们跟青鸟在跳舞啊。7月26号。之后才突然想到，现在南部淹大水耶，现在台南有水灾耶。如果今天不是7月26号有这个大罢免大失败，我相信现在民进党都还在跟青鸟一起跳舞，还不知觉现在南部发生的水灾这么严重的一个水灾。而且今天其实还有个新闻报道，不是之后还有个台风吗？前几次都是豪雨，那如果台风来了之后，民进党今天在南部还要有什么作为？大家网络上都在开玩笑，就说作秀啊。
啊，如果作秀做成这样子哦，赖清德接下来下去南部帮他们盖帆布都不意外了。接下来很有可能看到的画面就是赖清德爬上去帮大家盖帆布，但这是灾民需要的吗？绝对不是，灾民需要的是你提出你的治水的政策，接下来南部要如何不会发生这样子这么严重的水灾？休息一下再回来。